上一集第1、2关的内容只是热身而已，从第3关开始，这些金句不但会让你不舒服，甚至会让你开始怀疑一些身边的关系。如果你看完觉得这些话没问题啊，身边很常见啊，可能就是你要开始反思自己咯。反思一下自己怎么会觉得这些话很正常，尤其如果你本来就是要测伴侣，殊不知测出了自己就是那个每天讲这些话最有毒的人。欢迎回到灵魂练习生的频道，我是时代。已经到第3关，第3关我们1句加3分，这个类别是什么呢？叫做利用罪恶感。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？因为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勒索。情绪勒索其实有好多句子，但是我们就挑了3句非常经典的3句。那你觉得你拒绝他就是一个罪恶，你拒绝他就是亏欠，就是违背，就是背叛。勒索呢，其实就讲一个字叫欠。你欠我。第1句，你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，都不是为了你好为什么让人这么不对劲？为什么让人那么不舒服？你知道他很不对劲，可是你确实还会觉得很愧疚。最严重的毒就是你会觉得，对啊，好像他真的是为了我好，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怎么样。这种人最喜欢讲什么？最喜欢讲说，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好爱你的人，我是一个最不可能背叛你，最不可能让你受伤的人，我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。这种人最喜欢讲这种话，喜欢把自己贴上一个标签，说我不可能害你。你现在看到我为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居然他其实就是把爱包装成一个可以控制你的手段，他牺牲奉献。你如果接受了这个逻辑的话，你的任何拒绝都是不知好歹。重点是这个前提你接受了这个逻辑，接受了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你。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逻辑，这句话基本上是伤不到你的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真的为我好，应该会给我自由吧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为你好，你会有自由，你会有选择权。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他真的愿意做，然后他做这些事情是他应该要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他辞去工作选择养你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选择这么做。他如果为了你搬到台北去，那是他的选择，不是完全都什么为了你，然后你就要为了他的比如说搬到台北之后的人生负责，或者他老了之后你要照顾他。如果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如果真的是爱你，这不会是一个枷锁，它不会是一个道德绑架。第2句，都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把人生责任外包给你了。为什么你会觉得好难过、好愧疚？好像真的是因为我，他好像真的因为我，所以搬到台北。他好像真的因为我辞去他的工作，把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只有投入到家庭当中。他把一生其他的所有机会都投入到家庭，然后把这些责任外包给你，然后说我都是因为你我才变这样。这个非常残忍，就是你不可能背得动的东西，你不可能承担得起的东西，他就是已经选择了，不是你可以控制说，你不要管我啦，你去忙你没有办法了，它已经是事实了，所以他就是就了这一个事实，在勒索你说是你导致了我这个成年人这个命运。那既然是命运已经成定局了，你只能一辈子背负这个罪恶感持续下去。这就是他在想，因为他知道这句话很有用，这句话就是事实。对他来讲，他会觉得这是事实，都是因为你啊，因为我爱你啊，要不然我早就有怎么样事业上的大强人，或者是我早就怎么样，我在南部我也可以发展的非常好，好像这样。可是都是因为你啊，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你不需要背负的东西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但是前提也是你有没有让人家选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前提。好，我们赶快来看第3句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不会这样对我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会答应我。前面2个都是在怪你说你怎么不知好歹，或者是你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最后他又让你再答应一个事情，答应他，你爱他吧，对吧？那你就要跟我交易。为什么这句话让人那么不舒服？因为有可能你是不想做这件事的，或者是你有可能完全出自于你的意愿，你很愿意做这件事情，可是现在好像又套上了一个名为爱的筹码，有没有？在这个交易里面，它叫做剥夺自我动机，就是你的自己的动机已经被剥夺掉了。你本来真的是出于你一个想要，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在家里面，然后你可能本来就想要去扫地了，可是可能爸爸妈妈突然跟你说，你怎么都不去扫地啊？你应该要扫地啊！你突然就不想扫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有一个自我动机，你有一个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，
可是现在好像被规训了，然后好像被套上了一个你必须做，然后你做了可能等于什么，然后你应该为了这个家还怎么样，你那个动机被剥夺掉，换上了一个你不太想接受的东西，它有点像是在绑架你，演出他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个理想上的剧本，然后去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事情。第3关已经觉得非常有毒了吗？我们看到第4关，一句话加怎样4分哦，这一关叫做贬低自尊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透过不断的批评或者是羞辱，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没有价值，甚至呢，如果你离开他，就会一无所有。我们马上来看第1句有怎样的效果。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够受得了你这种人呢？这句话一听起来就好像，你以为哦，可是很有人缘的呢。健康一点的人可能就觉得不会吧，我说还是人人爱啊，我这是一个什么小天才或是什么小明星。但是呢，你只要稍微经过刚刚全部的，比如说罪恶感的修炼之后啊，或者是进入你选择权的各种陶冶之后，你会想，好像是如果没有他，世界上还会有人爱我吗？这句话的潜台词让人非常的不舒服。这句话其实是在植入一个你离开他，你要害怕。他在植入一个恐惧，你要开始慢慢相信自己，我是个瑕疵品。我这种人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要的一种滞销货。他的目的就是要你，就算可能有点痛苦，或是就算哪里怪怪的，你也不可以离开他，因为门外可能是地狱哦，就算这个人就是一个小地狱，但是你一出了这个门，没有人要你，我还可以勉强收容你，但是没有人要你，我收容你是我大人有大量，好，所以让人很不舒服，对吧？因为你的自尊慢慢的就开始在消减。可是该不会你自己就是说这句话的人吧？这句话加4分哦。下一句，你真的很没用连这种事都做不好，丢脸，连这种事都做不好，听起来就很不舒服，对吧？这是什么很重要的事吗？可是重点不是这件事情重不重要，重点是透过你现在当下某个没有做好的事情来攻击你整个大能力。它就是在抽换概念嘛。如果你今天找地扫不好，这能代表你公司里的事情做不好吗？不一定哦。可是它是抽换概念，攻击你的能力来摧毁你的价值。抽换概念之后，把一个小的事情放大，然后再透过放大来说你整个人都不对，整个人都丢脸，整个人没有价值，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长期被骂没用，是真的会变笨、变驽钝的哦，变很迟钝的哦，因为会习得性无助啊，会开始觉得，对啦，反正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真的会开始变笨哦，或者是真的也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事实上，我当过一阵子的家长，我真的听过很多家长会对小孩说，或者是直接在小孩面前对我说，老师，我们家的小孩就是笨啦，就是没用啦，就是不会自己规划好自己的事情。其实就算我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看，小孩很有想法的，其实是蛮聪明的，可是这句话就是讲了，久而久之呢，小孩会自己相信这句话他会内化成一个小孩对自己的理解，因为身边的人都这么说他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身边人的话像一个镜子，在映照自己是多么的懒、驽钝、笨、懒惰，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，殊不知自己其实已经很有想法，其实已经很会规划事情了，可是他们已经非常相信这些话了，因为他们听得很习惯。习惯了之后，这就是我们说环境很重要。为什么？这个环境已经在内化你相信你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。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长大，你真的会慢慢觉得你是一个废人。那越来越废，你要怎么样？最后这才是这句话的目的。这句话是要你相信他很好，OK 吗？听不出来这句话是这样，但这句话的效果其实就是你这点事情做不好，真丢脸要不是有我。重点就在要不是有我，如果你没有依附我怎么样，你真的很废你这个人会被世界淘汰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不够好，但是我够好，所以没关系，你来相信我吧。所以没关系，我来帮你做，你要听我的。好，我们看第3句金句哦。这个很还好吧？你不知道这很普通吗？还好吧？你骄傲了，这很普通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就是在讲什么？为什么好不舒服因为你好不容易成就了一个事情，可是他直接一句话给你抹杀了。
不管他做不做得到哦，但是他比起直接骂你说你很笨，还不如在你高光的时候直接淡淡的给你一个轻蔑。你发什么光？你不准发光，你的光芒照出了他的平庸啊，所以他把你拉下来。你太光了，你光死了，你亮死了。你现在把亮度调暗一点哦，你现在跟我一样低啊，你甚至比我低，这很普通，你知道吗？你做这件事情怎样很厉害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这句话其实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在讲这句话的人没有安全感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安全感。如果你太高光了，你太厉害了，你会不会就走出去了？你走出去之后，你会发现其他人更好了，你是不是就是要换到一个更美好，或者是更像你那个环境？你是不是就要去那些人身边，而不是在我身边？